自己命运的就是神，我就是神。电影麦克风带你玩电影，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看完电影就爱 BB 的玄酱。玄酱之前在双周一成统治香港电影票房榜13年的节目中，曾经提到过香港电影史上的成龙年和周星驰年。节目播出后，就有不少小伙伴们向玄酱发出了疑问：既然双周一成齐名纵横香港影坛13年之久，那么周润发也应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年份吧？小伙伴们算是蒙对啦，玄酱今天就跟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香港电影史上的周润发年，顺便让大家来感受感受发哥从影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究竟有多牛掰。哎呦，送掉啊！相比成龙年和周星驰年，发哥在属于自己的年份当中铸就辉煌的方式和前面两位大神有点不同。大家都知道85年龙叔出演的4部电影霸占香港电影票房榜前4名，92年星爷出演的5部电影霸占年度票房榜前5名，两个人都是因为凶残的霸榜才成就了各自辉煌的一年。卡！你们赶快跳恰恰打！但有趣的是啊，发哥从未像前面两尊大神那般凶残的霸过榜。你笑什么？更有意思的是，被称为周润发年的1987年，香港本土年度票房榜冠军还属于龙叔的《龙兄虎弟》，而发哥在这一年票房最高的《监狱风云》仅名列年度票房榜第2名。你跟科长说话不要那么大声，我一向说话那么大声，我说话大声并不代表我没有礼貌。科长，他在1986年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且刷新了香港本土票房榜新纪录的《英雄本色》，和1994年香港有史以来首次突破5000万港币票房的《赌神2》，所创造的辉煌都比1987年显得更加耀眼。可是为什么电影人偏偏要将1987年定义为周润发年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请听玄酱慢慢说来。1986年，从无线当红一哥转入影坛发展已经6年的发哥，混得一直不太如意。虽然1985年曾经凭借了《等待黎明》获得了金像影帝提名，同时斩获了金马影帝，但他一直被媒体评价为票房毒药。说白了就是你的演技很 OK， 但是你的电影没人喜欢看。虽然你已经贵为影帝了，但是找你拍戏还得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少家产，不然内裤倒贴都不一定够赔的。是我自己倒霉，跟你没有关系。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发哥最终凭借了《英雄本色》重拾了自己丢失6年的尊严与自信。影片不但票房大卖，发哥还凭借小马哥一角提名金马影帝，同时更斩获了自己从影生涯中第1个金像影帝，可谓是一战封神。小马哥早。小马哥叫的真好听啊！发哥也从票房毒药瞬间变成了票房灵药，找他拍电影不但能够票房大卖，还有机会拿奖。这种商业和文艺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超高影响力全才，一众片商和导演自然都争相恐后的抢着打自己的脸，就为了让发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出那么一个劲儿。啪啪啪，那叫一个清脆响亮。打脸那都不算事儿，发哥你就给我好好演戏，用票房无情的砸死我，让你好好的出口恶气吧。拿去看医生。所以到了1987年，发哥才会有多达11部电影上映，其中有9部是其主演，1部客串，还有1部出演了反派。特别是出演客串和反派的2部电影，片方都将发哥是当做主角一样大肆宣传。唉，遥想当年歌虎落平阳，何不见君几个 C 位，一个爽爽乎。你以为我是臭要饭的？我忍了3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而这一年，发哥主演的9部电影有8部杀入了年度票房榜前20名，5部杀入了年度票房榜前10名。虽然发哥没有能够夺得年度票房榜冠军，但是这一年他所主演的电影票房含金量也是非常之高。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龙叔用生命换来的《龙兄虎弟》以3550万港币的票房斩获年度票房榜冠军。发哥的《监狱风云》以3160万港币的票房位列第2。哎，报告主管，地下有香烟。龙叔的 A 计划续集以3150万名列第3。经典家庭喜剧《富贵逼人》以2700万名列第4。
发哥的《秋天的童话》和《英雄本色》续集分别以2550万港币、2270万港币排在第5和第6名。让我来对付他呀！不要乱来，会犯法的。哎呀！梅艳芳的《一屋两妻》以2240万港币的票房排在第7。那个大块头啊，说要把裤子脱了给我看他大腿的肌肉。第9跟第10又是发哥的，分别是票房2200万港币的《鬼新娘》。妈呀，我的腿都软了。和2170万港币的《精装追女仔》。哦，你找陈老大，他不在这儿。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他在枫林阁。哎呀，这不是枫林阁，这是杏花阁。难道说我找错地方了？对呀。洪金宝的动作猛片《东方秃鹰》以2160万港币排在第10。发哥未进前10的还有《江湖情》《龙虎风云》和《英雄好汉》，分别排到了第11、12和14名。你算什么东西？绅士，你只是流氓！此外，英叔的《林幻先生》以1946万港币的票房排到第13名。板凳小，够懒的。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血不在多，有料就灵了。徐克的神作《倩女幽魂》以1883万排到了年度第15名。这一年进入票房榜前20名的电影，几乎都是后来被影迷公认的经典之作，而且每一名次之间的票房差距确实非常小。发哥能够取得这样的票房成绩，实属不易。值得一提的是啊，《秋天的童话》还是一部文艺片，能够排到年度票房榜第5名，足以见得啊，发哥的票房号召力是有多么强大。哎呀，你来的正好啊！这个乔的真笨呢，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啊！拿着 yellow coat， 拿着 yellow coat。当然啦，这样的票房成绩比起成龙年还有周星驰年还是略显逊色。不过发哥在这一年的辉煌，可并不仅仅只体现在票房号召力一方面。他这一年上映的作品在金马和金像奖上的表现也是非常抢眼，其凭借《秋天的童话》提名了金马和金像影帝，还有《监狱风云》和《龙虎风云》也提名了金像影帝。一年之中有3部作品能够被提名金像影帝，这可是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发哥的辉煌还远远不止这些，客观请留步，请听玄奘继续跟你道来。你用中文骂他，他又听不懂啊。你叫他懂干什么？我还比你行。秋天的童话在筹拍时，发哥的《英雄本色》还未上映，因为片方担心文艺片的票房问题，发哥的船头尺一角原定由当时人气鼎盛的歌神许冠杰出演，因为导演张婉婷坚信发哥更适合这个角色，最后才改为由发哥出演。但是这也让片方捏了一把汗，毕竟那时候的发哥还是票房毒药，加之本片又是一部文艺片，当时几乎没人对本片的票房有所期待。好，我什么都不是，我以后不会再理你了，你也不要再来戳破我，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最起码还有点自尊。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后《英雄本色》的成功，让发哥一夜之间成为了香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男星之一，也让之后才上映的《秋天的童话》票房受益。我有自己的原则，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在脚下。影片凭借着发哥和红姑出彩的表现，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文艺片之一。也因为发哥的票房号召力，让本片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最卖座的文艺片之一。插句题外话，2年之后，发哥再次用自己的影响力撑起了文艺片的票房。他的《阿郎的故事》获得了3100万港币票房的佳绩，同样是香港电影史上最经典而且卖座的文艺片之一。要知道，王家卫集结了众多实力大咖，在1994年上映的极负盛名的《东邪西毒》，也仅仅只斩获了900多万港币的票房。秋天的童话取得成功之前，曾有权威媒体这样评价发哥，他们认为发哥气质出众，锋芒外露，气场强大，腥味太足，饰演小马哥、许文强之类的江湖大佬游刃有余，但是不适合出演小人物，因为其身上出众的气质很难被收敛，自然而然容易让观众产生距离感，很难能够成功塑造出小人物的形象。我警告你，不要用枪指着我的头，有种就开枪打我！电影不卖座，你说哥是票房毒药；电影大卖，你又说哥戏路窄。哥不跟你们这群键盘侠浪费口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敲去吧。所以做人一定要忍。
在《秋天的童话》中，发哥所饰演的船头纸和《英雄本色》中饰演的小马哥角色形象与性格完全不同。船头纸完全没有江湖大佬的气质，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性格直爽、充满了市井之气，还带着点颓废的大龄废青。他不仅收起了小马哥身上透着的那股锐气，眼神也不再露着锋芒，而是显得有点憨态可掬。特别是最后与钟楚红饰演的李琦道别一幕，发哥仅仅通过几句简单的台词以及眼神和表情，就能够将船头尺当时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不在这儿住了？是啊，我想搬去long安了。long安了好啊，秋天很美啊。他深爱着李琦，既想挽留却又开不了口，因为他一事无成，面对各方面条件都比自己优越的李琦前男友，他不免觉得有些自卑。同时他也不愿意耽误李琦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好的归宿，所以他只能够故作潇洒地和他道别，忧伤无奈而又不甘地望着李琦慢慢离去。虽然他最终鼓起勇气朝着李琦离开的方向奔跑追赶，但他心里还是非常矛盾，因为他仍然不确定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开口去挽留对方，或者追赶只是为了再看对方一眼，让自己在往后回忆这段感情时少一些遗憾。发哥对船头尺这一角色的精彩演绎，不仅没有辜负张婉婷导演对他的厚望，更受到了金马和金像评委的肯定。虽然跟金像影帝擦肩而过，但是最终却斩获了金马影帝桂冠。啪啪啪，看低发哥的媒体再次打脸，那打的又是叫一个清脆响亮。而《监狱风云》当中，发哥再次饰演了一个小人物阿正。他虽然世故圆滑，但却正直乐观豁达。在龙蛇混杂的监狱当中，他总是能够将自己的伤痛藏在嬉笑的表情背后。无论再黑暗的环境，观众总是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阳光。保重啊，明天会更好。本片是群像电影的典范，在片中出现的一众人物均被塑造得立体饱满。发哥的阿正无疑是众多角色当中最为出彩的，特别是片末他爆发了小宇宙，痛扁张耀扬饰演的杀手熊一幕，其情绪从一开始的强忍克制，到还击爆发，再到失控后的歇斯底里，以及击倒对方后情绪的释放，角色情绪变化的节奏被发哥把控的几乎完美，代入感是非常的强。不仅阿正出了一口恶气，也让跟随剧情情绪被压抑了1个多小时的观众得以宣泄，简直是大快人心。凭借着最后一幕的表现，发哥足以荣获影帝殊荣。但是遗憾，发哥再一次与金像影帝桂冠失之交臂。那么发哥究竟输给了谁？我说你是狗杂碎。在1987年上映的电影当中，张国荣凭借《英雄本色》续集中宋子杰一角，李修贤凭借《龙虎风云》中阿虎一角等等电影主演，也参与到了金像影帝的争夺当中。但是最终抢走发哥影帝桂冠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你是警务人员，应该向你的职责尽忠。我要向职责尽忠，让我对不起朋友啊！其在《龙虎风云》中饰演的卧底警员高秋，相比《秋天的童话》中的船头尺和《监狱风云》当中的阿正，内心活动更加复杂矛盾，要好好演绎这个角色难度系数更大。因为在《龙虎风云》中所描绘的卧底形象，比以往的卧底电影更加有血有肉、饱满立体。片中警匪的定义也不像以前那样脸谱化的非黑即白。陈哥跟我出生入死，他替我挡了2刀，你知道吗？发哥饰演的高秋和李修贤饰演的劫匪阿虎，在剧情的推动下，反而成了莫逆之交，两人产生了深厚的兄弟情谊。高秋作为一个卧底警员，在情义和职责之间进退两难，在挣扎中内心更是备受煎熬。发哥在这一角色当中诠释的有多出彩，金像影帝就是最好的肯定。如果我是你，我就老老实实找份工作，不出来混。想当年我是没脑子。值得一提的是啊，《龙虎风云》比《监狱风云》早几个月上映，都是林岭东导演的知名系列代表作。他和发哥也是相互成就了对方。但是《监狱风云》能够在之后票房大卖，确实离不开发哥在《龙虎风云》中积累的人气和口碑。阿虎，我也是警察。
总的来说，发哥在1987年不仅上映的作品数量多，而且基本都是叫好又叫座。在电影商业方面取得傲人成绩的同时，在电影艺术方面也取得了较高成就。很多优秀演员一辈子能够提名3次影帝，荣获1次影帝都已经实属不易。发哥却用1年时间就达到了很多优秀演员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发哥狠起来连自己的影帝都要抢，这种神操作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事是天生的。所以1987年，发哥笑傲香港影坛，这一年被誉为周润发年并不过分。他在这一年所创造的辉煌，也注定了和龙叔、星爷在各自年份所创造的辉煌一样，永远只能被后人仰望，而永遠無法被超越。人哋話喺流星消失之前許個願啊，係最靈㗎。你許個咩願啊？發達佬，切，你冇錢咩？我有，邊個話我冇錢啫？你有咁多錢仲想發達啊？人哋話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有多啲錢可以做多啲善事啊嘛。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小伙伴们发现徐江说漏了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哦。关注、点赞、转发来一波，咸酱打卡下班喽，咻咻。